我倒贴了岳家3年，直到这杯热茶把我彻底浇醒。姐夫，我敬你一杯。当初婚房装修尾款还差8万，多亏姐夫帮忙，不然我这婚都结不成。对了，姐夫，你那辆不咋开的 SUV3万块处理给我吧。菲菲，那车我还在用。你不是还有辆车吗？一个人哪开得过来嘛？嗨，菲菲开口了，你答应了呗，有什么的？就这么定了吧，我现在就转账。菲菲，那车落地38万，开了2年还能值几个钱？3万块不少了，你那车也就值那个价。那车我不卖。姐夫现在发达喽，看不上咱啦。胭脂，要不算了吧？不就是辆车吗？原来你也是这么想的。顾锦怡，你看见了吗？你老公现在都开始蹬鼻子上脸了。一辆破车而已，你至于吗？静怡，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菲菲不懂事，你别……明白了。摆什么臭架子？罗哥，那辆 SUV 明天来办过户。你确定？那车你……过户到你名下。行，明天见。张叔，水岸华第18栋那套房子租约到期了吧？下个月15到期，咋了？不续了。不续。那个租户是您？不续了。顾菲菲一家住的那套3居室，月租4800。他以为那是自己捡了便宜，他不知道那套房子是我的。希望他会喜欢这份惊喜。脸还疼吗？我去拿药膏。不用。我知道你生气。我没生气。胭脂，菲菲就是嘴上不饶人，她不是故意。顾锦怡，那茶有多烫，你没看见？结婚3年，你妹借了我多少钱？20万，还过1分没有。装修她那婚房8万，帮钱大鹏介绍客户3万，送他们出去旅游的机票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，但你一个字都没帮我说过。这些我都忍了，我不是没脾气，是觉得他们是静怡的家人，我让一步就让一步。刚刚那杯茶浇下来，我才明白，有些人，你的退让在他眼里不是善意，是软弱。车的事我已经处理了。你把车卖了？你怎么不跟我商量？怎么？那车是我婚前买的，你妹想3万拿走，你怎么不开口？那天他什么都没说。胭脂，你过户给罗建国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那我妈那边怎么交代？不需要交代。我的车，我的决定。他看着我，像是第一次认识我这个人。胭脂，结婚3年，我在他面前一直是不计较的那个人，但今天，
你先冷静一下，明天我跟菲菲说。不用说了。明天上午10点，车管所见。好，要不要提前通知？按合同，提前15天通知就行，没什么好多说的，我懒得去解释。好戏就要开场了。真不要钱？算我存你那儿的。得，大老板开口了，我还说啥呀？建国是我大学室友，现在替我管着17套房产，明面上那些房子都在他公司名下。顾静怡不知道这事儿，他只知道我做工程监理，月薪1万2。我爸走得早，交代过一句，财不露白。结婚几年，还好我听了这话。喂，菲菲啊。哟，开始纠缠他姐了。什么？过户给谁了？他没跟我说。菲菲，你别急，我问问。终于来了。罗建国到底是谁？为什么把车给他？我朋友。你连我妹都不愿意卖，白送给一个外人。不是白送，况且那是我的车。燕之，你是不是在报复？我只是不想继续当提款机，这事儿不会这么容易翻篇。你替我回一句，车已经过户了。妈，你听我说，那车确实已经过户了。还有12天，好戏就要开演了。我妈说你变了，没别的话要说？是，我确实变了。燕之，那天的事已经过去了，你不能一直……静怡，你妹泼我一脸水，到现在一句道歉都没有，你觉得是我一直在计较吗？我没有要她给我磕头认错，但最起码，算了。道歉不道歉的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我看清了这些人的本质。反应怎么样？他问能不能续，我说房东不续了。行。还问能不能宽限1个月。合同到期就搬。到底要不要和静怡说呢？你开心了？怎么了？菲菲说他们的房东不拒租了，下个月就要搬走。4口人大冬天的找房子，你知不知道现在那片房租涨了多少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说，你要不帮忙问有没有合适的房源？你不是认识做房产的朋友吗？不能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但是菲菲再怎么说也是我亲妹。亲妹妹？你亲妹妹往我脸上泼滚水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不是我心狠，是有些事情一旦开了口子就永远堵不上。我已经退了3年了，这一次该他们退。说实话，看到孩子的时候我有一瞬间的犹豫，但是想起顾菲菲那天，我不能再退了。好家伙，钱大宝脸黑的跟锅底一样，顾菲菲在那儿打电话，不知道打给谁。搬哪儿去了？那么远，租金多少？他们搬到城北去了，离菲菲上班的地方很远。哦，燕之，你就不能？不能。燕之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
以前是以前，你到底想怎样？要菲菲给你道歉？行，我让她道歉。不用了，静怡不懂，道歉有什么用？她泼我是因为在她眼里我好欺负，我得让她明白，我不是软柿子。姐，这房子太远了，能不能求求姐夫帮我们换个房子？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我，他们还能撑多久？估计是邝桂芳的电话。妈，小沈啊，什么事？菲菲搬到城北去了，你知道吧？那么远，孩子上学都不方便。你是做这行的，帮他找个近一点的房子吧。妈，那一片的房子我不熟了，你问别人吧。你以前不是经常……以前是以前，现在忙顾不上，让菲菲自己找吧。他果然生气了，只是忍着没发作，因为他还得找我帮忙。下周二是岳父的60岁寿宴，他打算让我出钱订酒店。以前他开口，我都会答应，只是这次，恐怕有人要下不来台了。胭脂，我爸60大寿，我妈想在和悦酒店办2桌，你看。和悦酒店2桌下来至少8000，放以前我连眼都不睁。你爸的寿宴，我出一半，你出一半。以前不都是你？那是以前了，这是你爸，你也该出份子。爸，生日快乐。他是个不爱说话的人，但我知道他心里清楚这些事。姐夫，对了，菲菲他们搬到城北去了，房子小，2个孩子连个写作业的地方都没有。小沈啊，你不是认识人吗？能不能帮忙问问有没有便宜点的2居型？妈，我那朋友管的是商业地产，你帮忙问问嘛。现在2居室至少5000往上，比他们之前那套贵不少。难道找不到差多的了？哼，之前那套是我低价租给他们的，现在行情就是这样。妈，今天爸生日，不说这个。问他有什么用？他连1辆车都舍不得帮忙。菲菲，你被那杯茶水烫的伤好了没？我这边倒是快好了。什么情况？他一直是个老好人吗？怎么这次？上次的事儿，菲菲不对，我替她跟你说声不好意思。其实他就是脾气急，没什么坏心。烧烤不错。姐夫，其实今天找你是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。来了，说。我有个工程项目，想让姐夫帮忙引荐一下。哪个项目？城西的商业综合体的精装修标段。那个项目体量不小，你吃得下？完全没问题。他公司就10几人，做那种1000万级别的精装修项目。那个标段我了解过，体量在1200万以上。你的资质够吗？先把关系搭上，其他的我再想办法。这个忙我帮不了。为什么？那项目对资质要求严格，硬上去要出事儿。况且我跟那个组长关系一般，强行引荐反而坏事。姐夫，你以前不都……不行，以前我愿意做好人，可结果呢？行吧，那算了。姐夫，你最近变了不少。这小子要闯大祸了。
钱大宝那个装修公司是不是想接新城1号？你怎么知道？他前2天找过我们这边的人打听，被拒了，看来转头找你来了。要不要我这边放话毒死他？不用了，钱大宝接不了这活是客观事实，不需要我额外做什么，袖手旁观就已经够了，等着瞧吧。他们租的那个房子在6楼，没电梯，2个孩子每天爬楼梯，小的那个前天摔了一跤。现在菲菲上班单程2小时。燕之，你就不能？不能妥协。顾静怡，他们的生活质量下降不是我造成的，他们以前过得舒服，是因为有人在替他们兜底，现在没人兜底了，该什么样就什么样。你说的那个人是你？不是。以前那套房子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顾静怡没继续追问，但我看得出她的怀疑。她比其他人聪明得多，看来瞒不了太久。那周公司有个新项目要启动，我作为监理组负责人去了一趟工地，就是钱大宝想接的新城1号，整个施工质量的监督最终签字权在我这里，但他不懂，还以为我只是个月薪1万2的普通监理员。沈哥，听说有个小装修公司一直在打听这个项目，哪家？叫什么鹏瑞装饰。钱大宝的公司，不认识，不用管。燕之，这周末我妈说想来咱家吃顿饭。行。她可能还会提菲菲的事儿。我不接话就是了。你什么时候能跟他们和解？等他们学会尊重人的时候。这菜真香，静怡手艺还是这么好。小沈啊，你们这个沙发是新换的？上个月买的。多少钱？1万出头。菲菲最近瘦了不少，上班太远，每天6点就得起。大宝那个公司效率也不好。妈，他们会想办法的。想什么办法？那一家4口总得吃饭吧？小沈，你能不能帮钱大宝介绍点活儿？妈，钱大宝的公司做的是精装修，我接触的项目工地都有固定的分包商，我一个监理也插不上手。你怎么插不上手？上次是上次。菲菲一家现在日子过得很紧吧？你是当姐夫的。妈，我问您一个问题，那天菲菲泼我那杯茶，到现在有人跟我说过一句对不起吗？那件事儿，菲菲她还小。不是，开水泼到人脸上，不是年纪小的问题。那你要怎样？让她当着全家人给你赔礼道歉？你一个大男人。我不需要他道歉，但我也不当他的冤大头。什么？我们家什么时候占过你便宜？妈，算了。不是我要说，是你老公变了心了。以前帮菲菲忙前忙后的时候怎么不嫌烦，现在倒是翻脸不认人。妈，燕之脸上的伤上周才好。行，我不说了，你们2口子商量好了再告诉我。你满意了？你让我妈多难堪，你知道吗？他让我难堪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？燕之，能不能别？算了。菜凉了，这个家好像也跟着凉了。燕之，你的银行卡。怎么了？我今天交物业费，发现你这张卡里有一笔大额转账记录。多大？上个月有37万转入。那是罗建国转过来的分红款。
上个月罗建国打错了口号，是哪笔？你做监理月薪12000，37万是怎么回事？年底奖金加上几个月的出差补贴一起打过来的。监理的年终奖有37万。我知道他不信，加了绩效和项目提成，今年的工程量大。你还有什么瞒着我的？没有。真没有？但从那天起，我感觉到他在观察我，这不是猜忌，是他在试图理解我这个人。说实话，我知道这事早晚兜不住。17套房产，每月14万的租金收入，加上2个项目的投资分红，这些东西不可能永远藏着，因为一旦他知道了，顾菲菲就会知道。以后分红走那个交通的卡。你老婆发现了？差一点。帮我盯紧了。对了，钱大宝又来打听了。他怎么插上的？那副总没答应他，让我们这边评估。你那边资质审核卡得住吧？资质审核是硬指标，他过不了。行，那我不管了。钱大宝这人比我想象的要有韧性，但是实力不够就是不够，不需要干预，规则本身就会筛掉他。怎么了？菲菲说，她要跟钱大宝离婚。为什么？钱大宝把家里的存款挪去找关系了，说是要接一个大项目。肯定是新城1号，花了20万打点。菲菲说他们现在账上只剩不到3万块，房租下个月也快交不起了。菲菲想搬回妈那边住，但妈住不下4口人。我不是要你帮忙，我只是告诉你情况。我知道了。小沈啊，菲菲的事儿你听说了吧？听说了。妈，有什么事儿您直说。你们能不能让菲菲暂时住过来？就1、2个月，等她找到新房子就搬走。没法住人，不方便。什么不方便？妈，你菲菲的事我同情，但她住到我家来不合适。我没打算让你同意。菲菲搬过来不到1周，这个家就得炸，我比你更清楚。那你怎么不跟你妈说？我跟她说了，她不听。原来如此，顾静怡有时候比我想象的要清醒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我转让5000块钱，让她撑过这个月。行，你的钱款你做主。3年前他管我借第一笔钱的时候也是5000，然后是1万、2万、3万。算了，不想了。关于钱大宝投出去的那20万，罗建国给我发了一份调查结果。钱大宝找的那个甲方副总是个骗子，典型的工程权诈骗。钱大宝太急了，根本没核实对方身份就把钱掏了。他能追回来吗？难，那个中间人已经换了号码，人估计早跑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打算告诉他吗？不打算。也是，告诉了他还不知道怎么想。我的预感很快就应验了。燕之，菲菲今天问了我一个问题。什么？她问你那个朋友罗建国是不是做房产的？他怎么会问这个？他说之前搬家的时候，物业公司打了个电话让他确认信息，他记住了那个物业公司的名字，涛方物业。涛方物业，罗建国公司的名字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在网上搜了那个公司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怀疑他之前住的那套房子不是普通房东的，他说那个价格在那一片低的不正常。市场有高有低，不奇怪。那套房子是你的吗？不是。顾静怡没再问了，但她的眼神告诉我，她已经不信了。姐夫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我想请你吃个饭。什么事？见面再说。今天中午。行，我发你地址。语气平静，甚至称得上客气，太反常了。姐夫，坐。说吧。那杯茶的事儿，我跟你道歉，我是真心道歉。我说了不用，你找我不是为了道歉吧？
姐夫，你那个朋友罗建国，你跟他什么关系？大学同学。他名下管着几十套房子。他是做物业管理的，管别人的房子。那我以前住的那套水岸华庭18栋，那是他一个客户的房子。哪个客户？我不知道，我没问过。姐夫，你骗我！我没必要骗你。那为什么之前那套房子4800就能租到，那片现在投户型都要6500以上了？你运气好。运气？姐夫，你别把我当傻子。那套房子是不是你的？如果是呢？你有房子，你名下……我说如果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你到底有多少东西瞒着我们？瞒？你觉得我有义务把身家细节告诉你？我跟顾静怡结婚，不是跟你们全家结婚。我有什么没什么，跟你有半毛钱关系。顾菲菲，把话说清楚，你今天请我吃饭，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求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？钱大宝的公司快倒了，如果你认识人。不认识。你还没听完。不需要听完。答案是不帮。你以前跟我要车要钱要帮忙的时候，态度跟今天完全不一样。现在走投无路了来道歉，请吃饭，你觉得我看不出来？你道歉不是因为真的觉得错了，是因为你又需要我了。以后别找我了。沈任之，跟上次一样，只是这次茶水没有泼到我脸上。虽然拒绝了他，但我知道这件事不会到此结束。什么？他当着菲菲的面说那些话？妈，你先别气，我跟他说。你今天跟菲菲说了什么？实话。他回去跟我妈哭了2个小时，说你嫌弃他，瞧不起他，冷血无情。他怎么不说他请我吃饭的目的是什么？不管他是不是真心的，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尖锐？我已经忍了3年了。我知道，但现在他真的很难。谁？顾静怡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今天换一个人，不是你妹，是个陌生人泼了你一脸开水，事后连道歉都没有，来求你帮忙，你帮不帮？你不帮，对吧？那为什么换成你妹，规则就不一样了？她是你家人，不是我家人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是要跟你吵架，我是想让你明白，我有底线。你可以选择帮你妹，但别要求我也帮。那套水岸华庭的房子，真的是你的吗？我已经查了，那个公司的大股东是罗建国，但有一个隐名刺字人，是不是你？那套房子是你的，你用4800租给我妹妹一家。你还有多少套房子？17套。17套，这2个字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不真实。17套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结婚前就有，我爸留下来的。你爸？不是说你爸只留了1套老宅吗？加上16套投资房。那些房子值多少钱？加起来2000万左右。瞒了我3年。是。为什么？我爸走之前跟我说，财不露白。
尤其不要让我的家人知道。对，你不信任我，不是不信你，是不信。我知道。景怡，你听我说。沈远志，3年，你有2000万的身家，你跟我说你月薪1万2，你让我为了给菲菲凑那5000块去省了1周的财权。因为他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没有把那些钱用在我们的小家上。本质上，我让自己的妻子过了3年紧巴巴的日子。你的钱在哪儿？在那17套房子里，在你那个什么套房物业里。你给我的呢？你给这个家的呢？让我进去。瞒了3年的事，在这一刻全部暴露。兄弟，钱大宝在到处跟人说你不仗义，你知道吗？沈先生您好，有个案子想请您配合了解情况，关于涛方物业名下的一笔财产纠纷。沈先生，请坐。什么情况？涛方物业名下水岸华同18栋1402日，有人对房产归属提出异议，报案人是钱大宝。钱大宝，他的说法是，我不知道他怎么说的。他说这套房产实际属于你，但你进行了隐匿，损害了你妻子的合法权益。钱大宝，一个外人替我妻子操财产问题。警官，钱大宝是我妻子的妹夫，不是当事人，他没有资格就我的婚姻财产提起申诉。这些是我17套房产的产权证明，属于婚前个人财产。准备得很充分。我猜到会有这一天。初步来看，钱大宝的报案不构成立案条件，他不是利害关系人。那就没事了。谢谢。查到了，钱大宝拉着顾菲菲去找了个律师，律师说可以试报案。律师没告诉他，他连当事人资格都没有。那律师就是想赚他一笔咨询费。行了，钱大宝是想逼我把资产摊牌，可惜他算盘打错了，婚前财产1毛钱都动不了。但这件事，顾静怡知道吗？该回去谈了。你查了？昨天我情绪不好，有些话说得太重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确实不应该瞒你3年。我想听你说实话。父亲2016年去世，留下了这些房产。那时候我们刚认识不久，父亲的遗言不让我把财产的事告诉任何人。我用罗建国的公司代持管理，海岸华庭那套房子是我以低价租给顾菲菲一家的。你爸为什么不让你说？他说，他见过太多人因为钱反目成仇，他不希望我重蹈覆辙。所以你信了，然后你把我也算在了防范对象里。是，这是我的错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的财务状况我都跟你透明。那些房子的事儿，该怎样就怎样，那是我婚前的财产。但你是我妻子，我不想再瞒你了。钱大宝去报案的事儿，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是菲菲告诉我的，她让我跟她一起去报案。你怎么说的？我拒绝了，因为那是你的东西，不是我的，也不是他的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这3年的防备有些多余了。以后他再想打你财产的主意，我站你这边。但你欠我的那3年信任，要慢慢还。
好，这大概是我们结婚以来说过的最真诚的一次话。这意味着顾菲菲那边彻底翻脸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居然帮那个沈燕之，他有2000万瞒着全家，你不帮你亲妹去争，你反过来妈，那是他婚前的财产。什么婚前财产？他跟你结了婚就是你们家的。我不管什么法律，他沈燕之一个外人有2000万，凭什么1分钱都不分给家里？妈，怎么办？不去。不去的话，我妈会闹得更厉害。她除了闹还能怎么样？我妈这个人你知道的，她一旦觉得被亏了，能折腾很久。随便她折腾，我的资产有法律保护。你要想清楚一件事，你妈生气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，是因为她觉得有一块肥肉她吃不到。你可以去安抚她的情绪，但立场不能退。今天退一步，明天她就会要求你帮她从我这里拿钱。我不去，但我会给她发条消息，让她冷静几天。行，但我知道，战争才刚刚开始。顾菲菲和钱大宝用报案的方式没有成功，邝桂峰的电话施压也没有用。接下来，他们会出什么牌？看到了，有人问他要证据，他说正在整理。你担心吗？担心什么？代持是合法的，有合同有公证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新城1号那边，钱大宝在工地门口闹了一回。什么？昨天下午，钱大宝带了2个人去工地，说他投的20万是被骗的，要讨回来。钱大宝这个人，现在就像一条疯狗，到处咬。他已经破罐子破摔了。罗建国，你觉得他还会怎么搞？我是项目负责人，有利益回避要求。新城1号的投资份额是在我名下，还是在公司名下？在我公司名下。但如果钱大宝去我单位闹呢？静怡，我要跟你妈正面谈一次。你确定？这件事不正面解决，钱大宝会一直闹下去。现在已经影响到我的工作了。你要怎么谈？摆事实，告诉他所有真相，包括那20万是钱大宝被骗的。你还有脸来？妈，我来是谈事情。有什么好谈的？你让他进来。坐吧。我今天来是把话说清楚。你说。第一，涛方物业名下管理的房产是我的合法个人财产，购入时间全部在婚前。钱大宝去经侦报案已经被退回了。第二，钱大宝投的那20万是被一个冒充甲方副总的骗子骗走。你怎么知道？第三，钱大宝在行业群里散布涛方物业洗钱的不实言论，这构成商业诽谤。3天内不撤回、不道歉，涛方物业的法务会正式起诉。你是不是去外面乱说了？我说的是事实。什么事实？京琛把你的案子退了没跟我说？你的要求是什么？钱大宝3天内撤回群里的不实言论，当着群里所有人道歉。如果他不呢？起诉、商业诽谤、民事赔偿，外加一笔律师费，你们自己掂量。沈燕之，你非要把事情做绝是不是？做绝的人是谁？杯开水泼到人里的人，事后不道歉，被拒绝了就让老公报案去造谣去闹事，你真觉得我欠你什么？你好大的口气！有几个破房子就了不起了？妈，我只说一句，这财产是他的，我不会帮任何人去争，听到了吗？行了，你撤回去道歉，听到没有？行。措辞很不情愿，但该说的都说了。行了，这事到此为止。你不继续追究？没必要，钱大宝已经够惨了，我不需要赶尽杀绝。你对他够客气了，换了我，算了。新城1号进入施工高峰期，接下来2个月是最忙的时候，我得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。沈哥，什么？甲方那边王总问了我一句，说之前来闹事的那个人是不是你亲戚？你怎么说的？
王总好像查了些什么。他具体说了什么？就问了一句，然后说没事儿，可能没什么意思吧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王总，上次工地门口闹事那个人确实我妻子的亲戚，已经处理好了。我也就是问一声，既然处理好了，那就没事了。谢王总。不过我提醒一句，咱们这个项目金额大，到时候审计会很严格。如果有什么关联关系，提前处理好，别留隐患。明白。罗建国的公司是这个项目的参此方，我是监理方的项目负责人。如果被查出我在罗建国公司有隐名出资，这是钱大宝闹事带来的最大后遗症。信息已经散出去了，有些人只需要听到一个风声，就会多想3分。你的意思是，可能需要退出那个项目的投资？不是退出，是做一个切割。怎么切割？我把协议转让给罗建功，算他独资，利润结算的方式改一改，可以解决问题。钱大宝一通胡闹，最后伤到的是你的工作。是，但已经发生了，处理就是。燕之，你如果需要我做什么，跟我说。隐名出资协议正式转让给罗建国个人名下，新城1号这个项目上，我只剩一个纯粹的监理身份，干净。我爸说了一句话，人家的东西是人家的，伸手去拿就是偷。有个好消息，说新城1号精装修焦段中标的是天河建设，一家正规1级资质公司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猜钱大宝什么反应？他还在盯着这个项目。他想做分包，人家一查发现他闹过事儿，直接拉黑了。自作自受，来喝一个。还有一件事儿，你说。钱大宝公司这个月已经发不出工资了。多少人？10来个，欠了2个月工钱。这跟你没关系，我就是告诉你一声，别到时候他又跑到你面前来。不会来了。你确定？如果他真的走投无路，2天后我的判断就被验证，不是钱大宝来找我，是他。姐夫，想跟你说几句话，不是找你帮忙。走吧，旁边有家面馆。这是给你的，之前的事一直没正式跟你当面说个对不起。上次你说过了。真的，上次不算，这次是真的道歉。那杯茶的事，我想了很多次，如果换一个人对我这么做，我也不可能原谅。还有后来钱大宝去报案去闹事的那些事儿，都是我的主意，是我让他去闹的。我以前觉得你有钱就该帮我，现在我知道了，没有人欠我的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，我就是来说这句话的。钱大宝的事情我们自己会处理，工人的工资我把嫁妆的金项链卖了，凑了3万多。剩下的呢？我找了份工作，一家快递站，分拣员，月薪5000。这是3个月前那个一言不合泼人开水的顾菲菲。姐夫，我不是来博同情的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不会再来烦你了。顾菲菲，金项链别卖了，我给你罗建国的号码，他那边有个仓库在招周末临时工，1天200，你要是周末有空可以去试。你是份工作，不是施舍。谢谢。王贵芳家，气氛跟几个月前完全不一样了。小沈来了，快坐。钱大宝呢？他在外面跑活，有个小区要做维修翻新，他今天去谈。小沈，这1年辛苦了。爸，都是应该的。以前家里对你有些地方做得不好，我替他们跟你说声不好意思。姐夫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
这不是和解，只是一种默契的停火，剩下的交给时间。小沈，你那些房子的事儿，以后不会有人再提了。我把话撂下了。谢谢爸。菲菲那个工作是你帮忙找的？不算帮忙，就是提供了个信息。终于把话说开了。兄弟，你那17套房子有开发商想整体收购，出价很高。多高？2套加起来680万。卖，把收益拿出来做点别的投资，存到我和静怡的联名账户里。终于开窍了。闭嘴。我没有帮钱大宝说好话，也没有说坏话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钱大宝在找天河建设做分包，没态度，让他自己走流程。3个月前的那些事，泼茶、报案、造谣、闹事，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了。那些事教会了我一个道理：善良要有锋芒，退让要有底线。帮人可以，但被人骑到头上当冤大头，不可以。沈工，下一期还是你负责。谢谢王总信任。这期做的扎实，没什么反轰的。我跟你们公司那边提了，说你该升了。公司打算设一个片区监理总监的岗位，你是第1候选人。月薪从12000涨到28000，加上项目奖金，明面收入翻了1倍多。什么时候生效？下个月。监理总监，这是管几个项目的？3到4个。燕之，恭喜你。应该的。9月份，城东旧改项目1期正式进入施工阶段，我拿40%的份额，到账120万。燕之，我有了。确定了？今天去医院了。好，特别好。我们要当爸妈了。行啊，兄弟，这日子过的还行。还行？你小子从当年那个穷学生到现在，嘿！闭嘴，帮我搬那箱子。燕之，你说当初如果我妹没泼你那杯茶，现在会怎么样？可能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我继续当老好人，继续被你家人当提款机。那你觉得那杯茶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坏事，但坏事里生出了好的结果，不是因为他泼的对，是因为我终于反应过来了。以后有了孩子，你会叫他什么2件事。哪2件？第一，善良不能没有底线；第二，自己的东西自己守住。燕之，他走了。我的投资份额累计回报超过了800万，罗建国的公司变成了全市前10的地产服务生，我从监理总监升为了总工。顾静怡在家带着1岁多的女儿，日子不算轰轰烈烈，但每天都是实打实的。这是我的家，我自己挣来的。